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诚意李一桐新作未播先火，300万预约炸穿暑期档。刷到王全富贵蒙眼纸伞的预告那天，我蹲在公司茶水间反复看了20遍成毅这白发战损造型，简直是从漫画里抠出来的。李一桐的蜘蛛精扮相更是绝了，眼尾那颗蛛网刺青，谁看了不说句这才是我等了10年的青铜。现在爱奇艺预约破300万，谭木权再刷必须蹲守，错过毁1年。300万人抢着看的爆款密码，这特效烧的比我房贷还狠。说实话，现在仙侠剧敢用敦煌实景的真不多了。剧组直接拉着诚意李一桐去雅丹地貌拍了半个月，沙漠里的王权山庄飞檐斗拱，配上落日余晖，简直绝了。最夸张的是万箭穿心那场戏，10万支特效箭齐刷刷射过来，诚意白衣染血跪在雪地里。我刷预告时鸡皮疙瘩都起来了，网友说这特效经费够拍3部小成本剧，建议剧组改名叫把钱花在刀刃上的剧组。李一桐的蜘蛛丝特效也贼拉真实，他指尖甩出蛛丝荡来荡去时，能看到丝线上的反光，缠在诚意剑上时还会微微颤动。抖音上有个2创视频，把它和漫画青铜叠在一起，谭木权在刷次元壁碎成渣了。诚意演活冷面战神，这破碎感谁顶得住啊？以前看诚意演深情男主，这次直接颠覆成道门兵人王权富贵。印象最深的是他初见青铜那场戏，李一桐蹲在墙角织月亮，他明明看得入神，偏要板着脸说妖物伎俩，可耳尖偷偷红透了，这反差萌谁懂啊？还有他被父亲关起来那场戏，铁链子锁着他的手腕，他却望着窗外的蛛丝笑了，那眼神又惨又酥，我闺蜜当场截图当壁纸。李一桐这次真的杀疯了，演青铜被发现是间谍那场戏，他缩在柱子后面发抖，眼泪掉在地上砸出小坑，偏偏还强装镇定说我只是只蜘蛛。导演后来爆料，他为了演好妖族的灵动，天天蹲在片场看蜘蛛结网，连走路姿势都学蜘蛛腿的弧度。原著粉炒翻了，这改编是神来之笔还是魔改？作为追了8年漫画的老粉，一开始我也担心改编问题，但看完预告彻底真香了。剧版加了个众生书院的情节，诚意演的王权富贵偷偷教妖怪读书，有个镜头是他给小狐狸包扎伤口，配文人与妖，不该是刀刃相向的命，这格局比原著还大。当然也有粉丝吐槽青铜的间谍线被弱化，不过制作方回应说核心虐恋没改，加的新情节是为了让角色更立体。配角阵容也太惊喜了，张智尧演的王权霸业他爹，眼神里全是戏，明明心疼儿子，偏要拿剑指着他说王权家没有感情，转头却在书房偷偷擦成1小时后的玩具剑。常华森演的范云飞简直是快乐源泉，穿得像个土大款追着厉雪羊跑，谭木权在刷土狗王子实至名归。暑期档王炸预定，仙侠剧终于支棱起来了。现在的仙侠剧要么悬浮要么狗血，王权篇却把虐拍出了新高度。诚意被万箭穿心那场戏，不是为了虐而虐，他明明可以当万人敬仰的道门兵人，却偏要为了一只蜘蛛精抗下所有剑。那句若护你要为天下，那这天下不护也罢，听得我鸡皮疙瘩起了一身。这种为了自由敢对全世界的劲儿，才是年轻人爱看的仙侠啊！数据说明一切，预告片上线1小时播放量破2000万，超话签到人数比顶流爱豆还高。我刷到日本网友评论说，诚意的打戏像在看武侠电影，比日剧里的特效走心多了，突然有点小骄傲，是怎么回事？看到预告最后诚意白发染血跪在苦情树下，李一桐给他擦眼泪那场戏，
我突然懂了为啥300万人抢着预约我们看的不是剧，是那个敢为爱撞得头破血流的自己啊！现在天天蹲爱奇艺等开播，预约量像坐了火箭，短短1年从100万飙到300万，硬生生挤进爱奇艺待播榜前3。微博话题炸出9亿阅读，抖音上万箭穿心的片段刷屏过亿，未播先火的《狐妖小红娘》王权篇。正用数据宣告自己就是2025年最不容错过的古装王炸。当淮水竹亭的好口碑还在观众心里滚烫，程毅和李一桐这对虐恋 CP 已经扛起新的大旗，用极致东方美学和撕心裂肺的爱情，把期待值彻底拉满。这热度绝非空穴来风，看看他捧回的奖杯，微博世界大会的年度期待作品，到2025酷云术语的年度期待剧集，再到知乎高票入选的最值得观看榜，业内早就用脚投了票。预约人群中，18至35岁的年轻观众占了近80%，女性更是高达65%。原著粉的怀旧情怀，主演粉丝的强力应援，加上美强惨设定，精准戳中观众嗨点，3中 buff 叠满，想不爆都难。制片方深谙此道，一版见纸本心的预告片，一张展见天地的海报，尤其程毅白衣染血，以身挡万箭的名场面，刀的观众提前备好纸巾，直呼年度最虐预定。故事核心是程毅饰演的王权富贵，一个被家族生生锻造成道门杀人机器的可怜人。他的人生就像提线木偶，母亲东方怀竹为赚他伶俐难产而逝，父亲王权霸业眼里只有家族的荣光，儿子只是把锋利兵器。直到李一桐饰演的小蜘蛛精青铜，像一束光溜进他阴冷的世界。他用五彩蛛丝在墙上为他织出外面的山川河流，市井烟火，这哪是蛛丝？分明是凿开他心灵牢笼的第一把凿子。可命运最会捉弄人，青铜接近他，本是兽毒娘子指使来当间谍，朝夕相处间，情愫暗生，身份却成了横亘在两人之间最锋利的剑。当间谍身份被戳穿，王权家族逼王权富贵斩妖正道，这个从未为自己活过一天的男人，做出了惊世抉择。我的道是人心。他竟以剑鞘为器，拉着青铜的手，悍然对抗整个家族，只为护住心中所爱。最撕心裂肺的高潮随之而来，王权世家启动绝杀剑阵，万剑归宗。漫天剑雨之下，王权富贵用血肉之躯死死护住怀中的青铜。生死一线间，体内东方血脉之力轰然觉醒，劈开剑阵。那万剑穿身的惨烈一幕，是殉道，更是向腐朽家族规则最决绝的宣战。剧版野心不止于此，他在原著转世续缘、苦情树契约的奇幻设定上，巧妙铺开更宏大的人妖共生图景。郭俊辰饰演的全无目，一句任他魑魅魍魉，我自一剑斩之，尽显少年侠气。常华森与张凯莹演绎的范云飞、厉雪阳跨越900年的痴缠，丰富了爱情的维度。更惊喜的是新增的东方怀竹回忆线和面具团成长线，让王权家族的诅咒与自由意志的冲撞有了更深沉的悲剧底色。演员是这部剧的魂，程毅把王权富贵从冰冷兵器到为爱觉醒者的蜕变演得入木三分。前期眼神空洞麻木如傀儡，后期对抗家族时爆发的力量感惊心动魄。李一桐则赋予了青铜精灵般的灵动与磐石般的坚韧，从间谍的机敏警觉到为爱赴死的决绝，尤其那双绘之梦的眼睛，堪称演技教科书。两人在苦情树下相拥，在剑雨中濒死互诉的片段，光看预告就已让观众虐到心梗。张智尧的王权霸业也绝非脸谱化反派，严厉面具下是对亡妻刻骨的痛，为角色注入复杂人性。制作上更是下了血本，青铜的蜘蛛精造型，摒弃阴森暗黑风，独创性的用梦幻紫纱衣搭配流光溢彩的蛛丝特效，
灵感取自千年苏州缂丝工艺，据说单帧画面渲染就要熬上8个小时。那场毁天灭地的万剑归宗，画面构图直接向敦煌壁画《舍身似虎图》致敬，剑雨如瀑倾泻，白衣瞬间染血，极具视觉与心灵的双重冲击。服装也暗藏玄机，王权是加速纱的玄黑道袍与青铜飘逸的淡紫纱裙形成强烈视觉对立，无声诉说着人妖殊途的隔阂。配乐更是大胆混搭，古琴的清雅空灵碰撞电子音的现代律动，隐喻着传统桎梏与破茧新生的激烈交锋。王权篇的野心是捅破动漫改编等于低幼的偏见天花板。他用自由与宿命、种族仇恨与和解这些直击人心的普世主题，牢牢抓住成年观众。从淮水竹亭到王权篇，背后的恒星引力团队已摸索出一套成熟的漫改剧工业化流程，从 IP 开发、顶级特效到衍生品联动，步步为营。更难得的是文化底气苦情树，转世续缘这些核心设定，根植于中国民间传说，是出海竞争的独门利器。剧未开播，同名手游《狐妖小红娘剑与情》已开启预约，联名汉服，手办周边蓄势待发，一个庞大的狐妖宇宙正在成型。所有迹象都指向一个结论：狐妖小红娘王权篇已具爆款之香。他有实力接过《陈情令》的衣钵，成为国漫影视化道路上的又一座里程碑。当王权富贵最终抛下家族宝剑，与青铜携手浪迹天涯，那句相视一笑倾王权的洒脱，不仅破了宿命，更道出了最东方的处世哲学：万般枷锁，不敌真心一片。这场关于爱与自由、背叛与坚守的东方奇恋即将盛大开启，准备好你的眼泪和尖叫。这场视觉与情感的顶级盛宴，错过必毁。剑已出鞘，情节将至，你准备好接招了吗？